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介绍藤川德美医生所著的《不花钱的抗衰老：保持年轻的营养方法》这本书。大家是否听说过分子营养学这门学科呢？分子营养学与传统的营养学有所不同，是21世纪的一门全新学科。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精神科诊所的院长，在实践这种新的营养疗法时，患者们不仅得到了病情的改善，而且在没有以减肥为目的的情况下，体重减轻了，运动和步行变得更加轻松，皮肤上的皱纹和斑点消失了，头发变得有光泽等等，收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反馈。或许你会认为精神医疗与抗衰老似乎没有太多的关联，但实际上它们在营养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作者基于最新的分子营养学，通过营养治疗取得了许多成就。他详细解释了这种治疗方法，旨在帮助人们摆脱不适，恢复活力，从而实现抗衰老。这本书清晰地阐述了保持年轻的方法，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并能轻松实践，而且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这会让读者感到非常满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40岁开始老化加速，为了抗衰老，绝对要做的事。第二，高效补充现代人普遍缺乏的营养素。这些内容对延长健康寿命、保持身体年轻都非常关键。关于本次介绍的营养方法，请务必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再进行实践。据作者表示，他向他们诊所的所有患者推荐积极摄入蛋白质，并给缺铁的患者开具补铁剂。但对于维生素和铁以外的矿物质，只有对具备足够知识的人才会进行推荐，因为他不希望那些没有学习意愿的人采用错误的摄入方式。本书中强调了营养补充剂的重要性，然而通过营养补充剂摄取营养时，可能会面临过量摄取或添加物问题等。在尝试本书介绍的方法之前，请务必自行调查这些问题。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40岁开始老化加速，为了抗衰老，绝对要做的事来开始解释。人体为什么会发生老化呢？为什么通过营养疗法可以实现年轻化呢？大家能清楚地解释这些问题吗？如果不理解这些内容，就可能会盲目地摄取补充剂，选择不恰当的摄入方式，可能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这里，我将深入解释人体为何会发生老化，以及抗衰老的基本原理。尽管这部分内容可能有些复杂，但这将直接影响您是否能够成功地实践营养疗法。当然，如果在专家的指导下，即使不理解这些细节内容，大家也能够实践。但大多数观看此视频有学习欲望的人，估计都希望自己能够采用这种方法。因此，请务必牢记这些理论知识，以便进行自我指导。接下来，让我尽可能简单易懂地解释与老化相关的概念，如海弗利克极限和端粒缩短。我们年轻时或许不太关心，但每个人都会经历老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化的担忧也会逐渐萌生。老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自然现象，但即使同龄的人，身体功能的衰退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如此精力充沛、年轻，而我却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呢？或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您知道这种个体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吗？实际上，这与老化的原因密切相关。老化的原因包括细胞寿命、氧化反应、慢性炎症、DNA 损伤、肠道环境恶化等。这些因素往往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细胞寿命的理论被认为是老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细胞分裂存在一个极限，这与老化和寿命有关。例如，您的皮肤细胞不断分裂并更新，如果细胞的分裂永远持续不断，您的皮肤就会一直保持年轻。但实际上，细胞分裂有一个限度。美国科学家海弗利克在1961年发现了这一点，这被称为海弗利克极限，即正常细胞培养过程中细胞分裂停止的现象。这是一个涉及老化的复杂概念。据说人类的细胞在大约50次分裂后会达到极限。
为什么细胞分裂不能无限次数进行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端粒缩短现象。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一部分，负责稳定染色体的结构。每次细胞分裂复制 DNA 时，端粒的末端会逐渐变短。换句话说，随着细胞不断分裂，端粒会逐渐变短，导致染色体结构越来越不稳定，最终细胞分裂会停止。实际上，婴儿的端粒相对较长，而老年人的端粒相对较短，因此端粒被称为细胞生命的计时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预防端粒缩短可以延缓海弗利克极限的到来。到目前为止，这些复杂的理论部分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希望您能理解预防端粒缩短对抗衰老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端粒缩短呢？这时候，防止氧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一般认为，端粒的缩短是由氧化等因素引起的，因此通过保护端粒免受氧化等外部压力的影响，可以减缓其缩短的速度。既然我们谈到了氧化，那么现在让我们解释一下目前被认为是老化最主要原因之一的活性氧对细胞的氧化作用。我们之前提到，海弗利克极限也会因氧化而加速端粒缩短，这就是活性氧的作用。活性氧是导致老化加速的因素之一，但我们无法避免呼吸并摄入氧气。让我们看一下氧气进入体内后的作用。氧气通过肺部进入体内，经过毛细血管输送到细胞内的一种称为线粒体的细胞器中，在这些线粒体中进行着能量代谢，产生了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 ATP。然而，通过线粒体的能量代谢，约有3%的氧气会转化为活性氧，它会导致细胞受到氧化损伤，加速人体老化。活性氧有着强大的氧化能力，就像铁会生锈一样，细胞也会不断受到氧化的影响，导致细胞膜氧化，形成过氧化之质，使细胞变得硬化，功能下降，结果会增加患癌症、皮肤病、糖尿病、脂质异常、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病的风险，对寿命造成不良影响。导致这种可怕的活性氧增加的原因包括压力、吸烟、激烈运动、大量饮酒、睡眠不足等。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这些引起活性氧增加的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目前不吸烟喝酒的人，绝对不要开始这些不良的习惯。对于那些已经在吸烟喝酒的人，要意识到减少量的重要性。另外，令人困扰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活性氧的生成量也会增加。从20多岁开始，抗氧化能力就开始下降，而到了40多岁，人体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因此，即使是20多岁的人，也要意识到这一点。而40多岁的人更要认真对待。氧化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防止氧化。那么，我们该如何补充因年龄减少而减弱的抗氧化能力呢？正如前面所述，减少活性氧增加的风险是前提条件，这可以说是一种防守型的抗衰老方法。但是，难道就没有一种进攻型的抗衰老方法来积极减少活性氧吗？答案是有的。减少活性氧的方法就是积极摄入抗氧化物质。抗氧化物质这个名词大家可能听过吧？抗氧化物质就是防止氧化的物质。如果没有这些抗氧化物质，我们的年轻和寿命都会受到威胁。摄入抗氧化物质来防止氧化是作者实践的分子营养疗法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抗氧化物质到底有哪些呢？首先是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特别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联合使用非常重要。大量摄入维生素 C 会导致维生素 C 自身氧化，发生所谓的维生素 C 过量现象。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关键是维生素 E。因此，重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摄入维生素 C 或维生素 E 等物质，而是要平衡的摄入，确保它们相互之间发挥作用。其他多酚类物质，特别是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也以其作为抗氧化物质而闻名。本书推荐的是胡皮素。胡皮素是一种类黄酮，
主要存在于洋葱等食物中，是一种维生素 P， 主要辅助维生素 C 的作用。除了使血管变得柔软外，还具有抗氧化作用，可防止活性氧对细胞造成的损害，并具有抗炎症作用。此外，在本书中还推荐了虾青素，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存在于三文鱼、虾蟹中。积极摄入虾青素可能会带来相当强大的抗氧化效果，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尝试一下。以上所述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类黄酮、虾青素等，都是可以从外部摄入的抗氧化剂。但仅仅依靠从外部摄入这些抗氧化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为体内已经存在的抗氧化物质创造一个易于发挥作用的环境。作为人体内合成的强力抗氧化酶，有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3种。这些抗氧化酶的原料包括过氧化氢酶的铁、超氧化物歧化酶的锌和锰，以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硒和 NAC。通过充分摄入这些物质，可以为体内合成抗氧化酶提供良好的环境。综上所述，我们已经长篇讲解了氧化的问题，以及能防止氧化的物质。但与氧化齐名的加速老化的糖化也值得在这里说明一下。就像氧化被称为身体生锈一样，糖化则被称为身体被烤焦。就像在热煎饼上形成的焦糖一样，身体内也会形成类似的物质，这就是糖化。如果您看过本频道分享的关于限制糖分的视频，那么您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一点。糖化是指多余的糖与体内的蛋白质等结合，生成一种名为 AGEs 的物质。虽然听起来有些复杂，但简单来说，就像砂糖和蛋白质在热煎饼上变成棕色一样，这种反应在身体内就是糖化。就像氧化中的活性氧一样，糖化在身体中也扮演着类似的坏人的角色。糖化会在身体内悄悄进行，其影响会以皱纹、色斑等形式显现出来。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被糖化的话，会使整个面部的肤色变成棕色。这种现象对外观的衰老和皮肤的老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糖化不仅会影响皮肤表面，还会对血管和内脏产生不良影响，这会导致干眼症、白内障、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脑梗塞、骨质疏松症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风险增加。这不仅仅是外观上的老化，还可能威胁生命。要阻止糖化，方法比氧化简单得多。首先，最可靠的方法是限制糖的摄入，即避免摄入或减少砂糖、小麦和白米等高糖食物。甜点和甜饮料等会快速提升血糖水平，也是糖化的罪魁祸首之一。另外，易构糖，例如果糖、葡萄糖浆等，也非常糟糕。据说其糖化风险比葡萄糖高出10倍以上。由于易构糖浓度较高，还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实在是太可怕了。请大家务必要避免摄入。因此，阻止糖化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减少摄入糖类和避免摄入易构糖。对于不喜欢补充剂的人来说，这种防止糖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所以，请大家从今天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氧化和糖化是导致老化的2大主要原因，以及防止它们的方法。现代人的饮食往往偏向于摄入缺乏抗氧化物质的食物，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老化被加速是个很自然的结果。请大家记住，为了抗衰老，必须避免氧化和糖化。接下来是第2部分，高效补充现代人普遍缺乏的营养素。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氧化和糖化是导致老化的根本原因，以及要防止氧化需要适当摄入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矿物质，要防止糖化需要避免高糖食品和易构糖。接下来我们将从分子营养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如何高效补充现代人所缺乏的营养素。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基于分子营养学的营养疗法原则。它包括高蛋白饮食、糖类限制饮食、矿物质等。
首先，让我们重点了解前两者高蛋白饮食和糖类限制饮食，这是最近各处都推荐的方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由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更倾向于低蛋白、高糖食品，这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糖类过剩。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改善这种状况。减少糖分很容易，但增加蛋白质却很困难。根据本书的建议，为了达到抗衰老和预防疾病的目的，每天至少需要摄入自己体重的1克蛋白质。例如，如果一个人体重为60公斤，那么就需要摄入60克蛋白质，这大约相当于300克肉。每天摄入如此数量的食物是相当困难的。作者所称，在他的诊所中，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没有通过饮食摄取到足够量的蛋白质。因此，作者建议男女每天喝2次20克的蛋白粉。除了增加蛋白质摄入外，我们还应该在日常饮食中减少白米、面包和面食等主食的摄入量，尽量少吃甜点和少喝甜饮料，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首先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这是一切的起点。请记住，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即使大量摄入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也毫无意义。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限制对美容方面也有很大的功效。毕竟皮肤的老化主要是由于胶原蛋白的退化造成的。糖化会积累 ages， 氧化会导致过氧化脂质的积累，这会令皮肤产生色斑。皮肤上的色斑意味着身体内部也可能存在着问题，如肝脏、心脏、大脑和肾脏。这些色斑是身体受损的标志。相反，如果皮肤上没有色斑，那么身体内也很可能没有，这表示身体没有受到氧化和糖化的损伤。因此，健康和美容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点请大家牢记。接下来让我来解释一下矿物质的部分。矿物质是保持人体器官和组织正常运作所必需的极其重要的营养素。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矿物质，必须通过食物摄入。当矿物质摄入不足时，可能导致各种营养不良和身体不适。简而言之，矿物质的摄入充足与否对我们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绝非言过其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矿物质的基本知识吧。构成人体的元素主要有氧、碳、氢和氮，大约占了总体的96%。换句话说，人体几乎所有的元素都是由氧、碳、氢和氮组成的。除了这些主要元素外，还有约4%的其他元素，被统称为矿物质。尽管矿物质在人体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它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构成人体组织和调节代谢功能等。在矿物质中，有16种被认为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元素，它们被称为必需矿物质。必需矿物质可分为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其中常量元素在体内含量较多，而微量元素的含量则较少。这些元素包括钙、磷、镁、钾、钠、硫、氯等常量元素，以及铁、锌、铜、钴、钼、硒、碘、铬、锰等微量元素。正如之前所解释的，我们需要通过食物摄入这些矿物质。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由于海洋、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的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土壤污染和营养不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许这些问题并不那么直观，但老年人可能会有所了解。那些在超市购买的蔬菜和以前的相比，几乎失去了那种味道和香气。这是因为农业方式的变化以及之前提到的污染问题导致土壤中的矿物质减少。从矿物质不足的土壤中获得矿物质不足的蔬菜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仅仅说矿物质不足可能不够直观。因此，让我们用数字来看一下蔬菜营养价值的急剧下降。以1950年至2015年的对比为例，大家能想象到菠菜中含有的100毫克铁含量减少了多少吗？菠菜中含有的铁含量从13毫克下降到了2毫克，也就是说下降了85%。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胡萝卜、白萝卜等其他蔬菜中，它们的矿物质含量也下降了80%。由于矿物质的测量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无法进行简单的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蔬菜中矿物质的减少，如今许多人都面临着严重的矿物质不足问题。据说现代人的营养分析显示，缺乏重要矿物质如铁、锌和镁的情况并不少见。更令人担忧的是，农作物矿物质不足问题加剧了加工食品的流行，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现代人喜欢食用罐头食品、冷冻食品和便利店便当等即食食品，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在快餐店供应的餐点中，大部分也是加工食品。即使是自己做饭，由于蔬菜中的营养素已经减少，再加上食材本身可能缺乏矿物质，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现代人频繁食用矿物质含量较低的加工食品，身体中应该是不可能有足够的矿物质的。因此，作者声称，如今我们需要通过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来确保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依赖补充剂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营养都要完全依赖补充剂，摄入含有大量我们身体所需的必需矿物质的食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非常常见且丰富矿物质的食品之一就是盐。生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海洋，我们的祖先从海水中摄取了丰富的矿物质，才得以登陆陆地。即使在今天，胎儿也是在母体的羊水中生活。令人惊讶的是，羊水中的矿物质平衡与海水非常相似。作者指出，为了让海洋中源源不断的矿物质充分进入细胞，我们应该选择优质的盐，而不是劣质的盐。盐被认为是导致生活方式疾病的罪魁祸首，一旦血压升高，就会被建议立即减少盐的摄入。然而，如果减少盐的摄入过度，可能会导致钠的缺乏，进而引发低血压和乏力等问题。因此，需要注意盐的控制方法。重要的是，不要盲目的减少盐的摄入，而是要选择富含矿物质的盐。接下来，我将解释下超级重要的矿物质铁。地球大约40亿年前是由厚厚的铁块构成的，随后地球冷却形成了海洋，这些海洋当时具有强烈的酸性，因此海水中的盐被溶解到了岩石中。那时地球还没有氧气，所以铁以铁离子的形式存在于海水中。最初的生物蓝藻利用这些铁离子进行光合作用，给地球带来了氧气，从而开启了生命的起源。因此，铁被认为是所有生物能量代谢中至关重要的。铁的不足会导致其他矿物质代谢受阻，所以即使尝试各种补充剂，也不会有太大效果。分子营养疗法推荐首先补充蛋白质和铁，然后再补充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铁是矿物质中至关重要的存在，尤其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尤为重要。据说，对于摄入螯合铁而言，有人担心会导致铁过多，但作者的诊所中从未出现因螯合铁导致铁过多的情况。作者所称，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如果很容易导致铁过多的话，那么人类应该已经灭绝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如果有精神方面不适的话，建议首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铁水平是否足够。接下来让我再来解释一下抗衰老必备的矿物质镁。镁对于保持年轻和改善健康非常重要，但与钙相比，镁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它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和骨骼中，参与着代谢等所有生命活动。镁在神经系统和肌肉收缩、健康的骨骼和牙齿形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是体内镁反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也是线粒体中产生能量 ATP 的关键矿物质。因此，在分子营养疗法中，认为在缺乏镁的情况下摄取维生素也是无效的。此外，缺乏镁也会加速衰老。人体在70岁左右时，镁的吸收量会降低到30岁的2/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吸收能力会降低，因此更需要注意补充。让我们积极地将其纳入日常饮食中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